们到了世界的尽头乌斯怀亚，又没有那个预算去南极怎么办？你们就可以像我这样，在乌斯怀亚订一个1日的船之旅。我这个的话就是210块钱，看看我今天到底能看到些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海关贴的封条了，车呢就直接被扣押了。Hello， 大家好，我是猫猫，今天又是新的一天啦。买车这一个环节呢已经告一段落了，因为没有交这21000刀的这个罚款。刚刚去看了一下，车呢直接被贴了封条了，就是被没收了，有可能是被拍卖，反正或者是怎样，折腾了我8天了，费时费力又费心思。一开始跟这个之前的车主商量呢，2万块钱买断，以5折的价格买断，之后什么结果我就自己承担。我跟以前的车主都以为他只是最多罚个几千块钱就好了，那没想到是罚了这么多。然后车主呢就退了我1万回来，他说他拿着这个钱也不安心。我寻思我也应该要遵守契约规则，说好了2万块钱买断，我就认这个亏。车主呢说他拿了这2万块钱他也不安心，最后就是我俩商量一个，就是退我1万，他收1万，我收1万，他也就是亏损了这辆车，我呢也没拿到这辆车，咱俩就各自回退一半。今天现在去哪儿呢？现在要出发去看这个，就是南美洲最南的一个灯塔了。然后一个行程是3个小时，11000披索和人民币下来就是200多一点吧。去码头集合，一共要去3个地方，具体要去什么地方呢？我也不知道。反正青旅的人推荐我去看一下这个，我就去了。看完这个，估计我就要离开这边啦。你看，这个呢就是海关贴的封条了。车呢就直接被扣押了，然后这儿贴了个纸条，就写了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写了原车主的姓名跟护照号都贴在了上边。车就在这儿了。哎呀，其实这个车呀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车子放在这儿的这2年期间，本身它就是逾期了嘛，但是前车主呢没有来海关做任何的一个解释和跟说明，然后他这辆车放在当地的一个中国的朋友那儿，但是中国朋友是在这边开旅行社的，这个旅行社的朋友呢就是套了一个阿根廷的牌照，在当地还行驶了将近1960多公里吧，就是用来载客跟运输货物。所以呢，海关又查到这个非法活动了，然后也是其中这次罚款的一个问题。无论如何，也就这样吧。这一次买车也是不成功的。我现在在想，本来我以为这是我人生中的第1辆车，但是我人生中的第1辆车会是什么呢？这又是一个未知数了。现在我要前往码头去坐船了。哇，今天有云，前面有一个那个看到没有，山尖尖被云就是遮盖了一半，好美啊！这边是当地的一个手工市场，前面就是码头了。我已经拿到我的船票了，现在找我的船上去了。是这个船吗？还是哪个船？我不知道啊，我拿着我的船票都没有人带我去，我有点懵。就是这儿吧，应该是这一艘了，双体船。又来到这个港口，只是上一次在那儿坐的船去南极，这一次在这儿坐船去专门看灯塔。这是船上，有卖一些基本的吃的。这是一个双层的船，这边有一些帆船、游轮，那边也有一个双体船要出发了。在这边呢，停靠着各大公司的这种双体船，也可以去那个企鹅岛的，
然后还有去看海豹的，还有去看这个灯塔的，就好多条路线。看这儿的雪山，这几天天天下雨，雪山尖上都已经有雪了，看到没？3个小时的船，肯定免不了喝点啥，这是船上的消费。一杯咖啡的话就10块钱，一杯马黛茶的话就是6块钱。这边是红酒，你甚至可以在这个船上点披萨，一份披萨加一杯喝的是1800，也就是不到40块钱。我发现前面是乌斯怀亚嘛，这边就能看到好多这种 sharks， 然后雪山现在基本上都在抓着栏杆，因为走不动道呀。你看，这个浪还是挺大的，风也是挺大的。现在就是抓着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看啥，大概是看水吧，总比坐在里边好。我们到达了我们要下船的第一站，它这个一共好像在3个岛下还是什么，不记得了。反正这第一站是阿根廷的一个岛，看一下下去能看到什么。这船就这样停靠在这儿了，它有一条徒步路线，他们这儿介绍全是用西班牙语介绍了。这里写着19世纪末的时候，在这一块大概有3000个人口。随着阿根廷后来被殖民了，许多人就开始上那个岛上面开始了。所以最开始的时候，这边住的这种比较原始的人，他们主要是吃一些海鸟呀，然后哺乳动物，就还有海里的捕鱼啊为生。然后他们就自己用这个树的独木舟，然后到这边来之类的。这个小岛上的绿植还是很茂密的，前面是雪山，往这边看就是乌斯怀亚。因为南极的冰川不是一直在退化嘛，是最开始这一些覆盖的全是冰川，后来由于气温变暖，全球气温变暖，这些冰川化了之后，就慢慢的显出来的就是这样的，然后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慢慢的长出了各种各样的一个绿植。这就是阿根廷这边上的海岛的绿植了，可以看一下，大家都在这儿合影。这里有一个解释，然后写着前面每一座雪山的海拔。我看了一下，这边最高的海拔也就是1326，每一座山的名字都写在了这儿。那过去那边就是智利了，看那一块全是智利的一个区域了，这边就是阿根廷，这边就是智利。因为乌斯怀亚它是不经过内陆的，就是当你从乌斯怀亚要进到那个阿根廷的内陆，就必须要经过智利，所以他们这2个国家是紧紧相连的。我发现它这儿好多这个东西啊，长得红色的果子，谁知道这是什么吗？能吃吗？看，全是。大家好像都上船了，我也得上去了。这第一站就是看一个这样的雪山，第2站去哪儿不知道。诶，它这儿有个啥？这是以前的人住的地方，以前这是有人住的，他们就是把树枝搭成一个这样的窝，然后就住在这样的地方。居然还有假发，有，上船去了。第2站我们来到一个，看到所有人都出来没有？前面这个岛上就有好多 sharks 跟那个海象，看它的颜色是棕色的。看不到企鹅，我以为会有企鹅看得到，但是大概就是这样的。
本上就是这样子。马上要到那个南美洲最难的灯塔了，就在前面了。这船上还有专门的摄影师，我不知道他们拍照片要不要钱，反正我没让他们拍。我们已经到达了灯塔啦，前面这个就是了。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南半球最南端的一个灯塔了。在《春光乍现》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句台词说，如果你失恋了，或者是你有什么不快乐的事儿，那你就来到这个世界尽头的灯塔，把你所有的不快乐都诉说出来，把你的悲伤留在这个最南端的灯塔里。哇，还有一个海豹慵懒地躺在那块岩石上。在那道电影里面，那个台湾的小子最后来了这儿，看了这个最南端的灯塔，没想到我也来到了这儿喽，哈哈。这就是整个南美洲最南的一个灯塔啦。哇 ，so nice！ 还挺幸运的，回去的路上看到了鲸鱼。哇！3个小时的行程结束了，我们已经成功的回来了这个远县的一个港口。也就是总共就看了这3个地方。第一个呢是徒步，第二个呢是有那个 sharks 跟海豹的一个小岛，第3个呢就是看灯塔，一条这样的小线，来回是3个小时。又回到了美丽的乌斯怀亚。你看前面就是一艘很大的游轮，这就是要准备去南极的。像这个游轮的话，看这个就是冲锋艇。每次上岸一个岛只能100个人。我今天里边穿了一个加绒，穿了一个这个，我现在冻的呀，哇，比我想象中的冷多了。我要下船去了。嘿，嘿。You guys from Colombia to here? Yes. You drive this one? From Colombia here. How long do you drive the motorbike to come to here? 10 months. Wow. Okay. Are you arrived today? Yes. Oh, cool. Congratulations. Yeah. 哇，看看他们这2个人，然后骑着一个这么小的摩托车。真的，我都想骑摩托车了。拜。我身后这个就是乌斯怀亚的标志了，看着没？也就是来乌斯怀亚必打卡的一个地方。可是我却在我离开的最后一天才来打卡这个。我本来想飞无人机的，我一看这边是加强警示区，旁边就有警察，我就果断放弃了。乌斯怀亚，拜拜！世界的尽头，拜拜！既然明天都打算要走了，走之前再去吃一顿中餐。这个城市我还是挺喜欢的。我在这儿没有去徒步，没有去好多地方，主要的原因是被这辆车已经整得筋疲力尽了。唉，就这么走了吧，挺累的。到了这家Bamboo了，他家这个餐厅开的比较偏僻，在城市的边边角角。我又来吃他家的自助餐了。该说不说，他家自助餐是真划算呀！你想想，我5000，我在别的店吃一块小牛排，在这我会吃好多中餐。这里吃自助餐性价比还是挺高的，但是螃蟹是吃不起了。本来想着走之前再吃顿的，走了。吃的肚子鼓鼓囊囊的，我得回青旅了。
然后再研究一下明天怎么买这个票。 At 7:30 hours, the bus leaves Ushuaia to Punta Arenas. In the seat in the bus is number 6. OK。 Please buy food for the travel because it's 12 hours and no have a drugstore or restaurant in the road. 刚刚在这个长途巴士站买了票，本来这个姐姐都已经下班了，我说我要买明天的票，她又开了门帮我买票。我买了一张跨国的巴士票，从这儿坐车直接去智利，然后这个价格是18000披索，合人民币就是335，花335块钱买一张跨国的巴士票，去智利的最南端。 一个港口，研究过南极的应该都知道，除了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去，还可以从智利的一个港口，就是我明天要出发的港口了。但是这个巴士要坐12个小时，从早上的8点坐到晚上的8点，然后中间还没有餐厅，他让我带面包呀，带什么吃的去，但是不能带什么水果呀，生鲜类的就不能带，因为不能过海关。我要出发了。